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你到底长没长嘴巴？长了。那他们那么说你，你怎么一句话都不回？我说什么呢？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雪落下来的时候，整个县城就变成了一个灰蒙蒙的铁盒子，声音传不远，光也照不亮。林默从火车站里走出来，脖子往羽绒服里缩了缩。那件羽绒服是前年买的，黑色，寻常的款式，拉链的漆都掉了一小块，露出底下银白的金属，像一颗疲惫的牙。站前广场上的人不多，稀稀拉拉的，都裹得严严实实，朝着各自的方向匆匆移动，像一群被寒风驱赶的蚂蚁。他父母就在出站口那棵光秃秃的槐树下等着，踮着脚，脖子伸得老长。母亲王玉兰先看见了他，快步迎上来，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手上的冰凉透过几层衣服渗进来。怎么穿这么点儿就回来了？这天儿能冻死人。林默笑了笑，把双肩包换了个肩膀。妈，不冷，车上热。父亲林建业跟在后面，话不多，接过了林默手里的包，只是上下打量了他一圈，嘴里喝出一团白气，说道：“瘦了。”回家的路是一辆半旧的3轮摩托，父亲开着，母亲和林默挤在后座的棚子里。棚子的塑料挡风板上全是划痕，外面的世界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王玉兰把一个热水袋塞到林默手里，嘴里不停地念叨：“在外面是不是没好好吃饭？看你这脸，一点肉都没有。”“没有，挺好的，食堂伙食不错。”林默说。“那个工作今年还行吧？”王玉兰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是怕触碰到什么易碎的东西。“挺好的，不累，就是看看书，写写东西。”林默回答的跟去年一样。车厢里沉默了一会儿，只有发动机突突突的声音和风刮过棚子的呼啸声。“你大舅今天下午还打电话来问你回不回来吃年夜饭。”王玉兰说，他家今年又换了辆新车，说等你回来了，让你表哥开着带我们去兜兜风。林默嗯了一声。“你表哥现在可出息了，在局里当了个什么副科，不大不小也是个领导。”林默继续嗯了一声，把脸转向了窗外。县城没什么变化，还是那几条老街，路两边的商店挂着红灯笼，年味儿像一层浮在空气里的油，看着热闹，闻着却有点腻。他知道，从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一场躲不掉的审判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大舅李建国家里永远是家族聚会的中心，因为他家最大，也最有钱。150平的房子，装得金碧辉煌。客厅中央一个巨大的水晶吊灯，把每个人的脸都照得油光锃亮。年夜饭的桌子大的能坐下20口人，菜已经摆满了，鸡鸭鱼肉冒着腾腾的热气。林默一家是最后一个到的。一进门，大舅李建国洪亮的嗓门就响了起来：“哎呦，我们家的大知识分子回来了，快来快来，就等你了。”他挺着啤酒肚，满面红光，身上一股浓重的酒气。林默礼貌地喊了声大舅。李建国拍了拍他的肩膀，那力道像是要拍掉他身上的灰尘。“在外面混得怎么样啊？今年挣了多少个 W 啊？”不等林默回答，在沙发上玩手机的表哥李伟就抬起了头，皮笑肉不笑地说：“爸，你问这个干嘛？表弟是做学问的，是金钱如粪土。”李伟穿着一件带领标地夹克，头发梳得油光水滑，
手腕上露出一块明晃晃的钢表。林默的父母脸上堆着尴尬的笑，把带来的礼物放在墙角。三姨王秀芬从厨房里端着一盘饺子出来，打圆场道：“哥，你少说2句，快让孩子们入座，吃饭了，吃饭了。”她是个热心肠的女人，就是嗓门大，眼界窄。她把林默拉到自己身边坐下，关切地问：“小默啊，你这一个人在外面飘着，也不是个事儿，终身大事考虑了没？”饭局就在这种氛围中开始了。李建国坐在主位，像个检阅部队的将军，话题很快又绕回到了林默身上。小默，不是大舅说你读了那么多书，博士都毕业了，怎么就不能找个正经单位？他喝了一大口白酒，咂着嘴说：“你看你表哥，学历没你高，但人家现在是国家干部，吃皇粮的，说出去都体面。”李伟谦虚地摆摆手，但嘴角的得意藏不住：“爸，我也就混口饭吃，主要是单位平台好，能认识不少人。前2天还跟土地局的张科长一起吃饭呢，听见没？人脉。”李建国一拍大腿：“这年头，人脉就是钱。你那个什么研究，能研究出个房子车子来吗？”一桌子亲戚都看着林默，有同情的，有看热闹的，也有附和的。林默的父亲林建业默默地喝着闷酒，脸憋得通红。母亲王玉兰则不停地往林默碗里夹菜，低声说：“吃菜，吃菜，别听你大舅瞎说。”这时候，一直没怎么说话的三姨王秀芬突然凑了过来，压低声音，一副为他着想的样子：“小默，三姨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别嫌三姨多事。”“三姨，您说。”林默放下筷子：“我给你问了个好活，真的。”王秀芬说的神神秘秘：“咱们县新开发的那个欧洲花园小区，你知道吧？最高档的那个，他们招安保队长，我托人问了，1个月4200，交5险1金，还管吃住，多好的事儿啊！”保安旁边一个亲戚没忍住笑了出来，整个饭桌的气氛瞬间变得无比诡异。李建国的脸上是赤裸裸的嘲讽，李伟更是夸张地用手捂住了嘴。林默父母的脸一下子从红色变成了猪肝色，王秀芬却完全没意识到，还在热情地推销：“你别小看这保安，人家那叫安保，队长呢，手底下也管着10几个人，大小也是个领导，比你现在那个虚无缥缈的强多了。稳定，关键是稳定。”林默看着三姨那张真诚的脸，忽然觉得有些悲哀。他拿起杯子，喝了一口饮料，然后平静地对三姨说：“谢谢三姨，我暂时还不考虑。”他的平静，在亲戚们看来是最后的倔强，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李建国重重地把酒杯往桌上一放，发出了刺耳的声响：“不考虑？你有什么资格不考虑？你看看你把你爸妈愁成什么样了，读了20多年书，到头来连个保安都不如。”“就是啊，表弟，别那么清高。”李伟在一旁帮腔：“先干着，至少有个营生，以后说出去，我们脸上也有光不是？”林默没有再说话，他只是默默地给父亲的酒杯倒满，又给母亲夹了一筷子他最爱吃的鱼。他知道，任何解释在他们面前都是苍白的，在他们的世界里，价值的标尺只有一种，那就是看得见的权利与摸得着的金钱。而他所做的一切，恰好不在这把尺子的任何一个刻度上。那晚的年夜饭，他吃得很少，
但却感觉前所未有的饱胀。那种胀是从胸口一直堵到喉咙的，不是食物，而是无法言说的人情冷暖。大年初一的上午，太阳难得的露了个脸，金色的光照在院子里的积雪上，晃得人睁不开眼。林木搬了把竹椅，坐在院墙下晒太阳，手里捧着一杯热茶。父母一大早就去亲戚家拜年了，他难得落个清静。手机在这时候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加密号码。林默看了一眼四周，走到院子最僻静的角落才接通。喂，陈老。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但语气很尊敬。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苍老而有力的声音：小莫啊，过年好。没打扰你吧？没有，您过年好。林默说，家里挺好的。那就好。我长话短说，你上次发回来的那份关于县域经济空心化与数字游民现象的初步调研，上面看过了，非常重视。但是有几个地方争论很大，特别是你提出的那个关于1号课题底层逻辑可能存在偏差的假设，几个老同志觉得太激进了。你有没有更详实的数据支撑？林默沉默了几秒，似乎在组织语言。陈老，数据模型需要结合地方的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我手头现有的数据都是基于宏观层面的，要做出准确的预判，必须推倒重来，进行更微观的田野调查。我建议。他正说着，眼角余光瞥见表哥李伟叼着烟从门外晃了进来，似乎是来找他父母的。李伟看见他在打电话，便放慢了脚步，竖起了耳朵，脸上带着一丝戏谑的表情。林默立刻收住了话头，对电话那头说：具体的细节，我春节后回单位当面向您汇报吧。您通知一下部里的几位老师，可能需要开个碰头会。挂了电话，李伟已经走到了他面前，嘴里喷出一口烟圈，阴阳怪气地问道：哟，跟谁打电话呢？还1号课题，还不理，挺像那么回事儿的吗？一个老师。林默淡淡地回答。老师。李伟哈哈大笑起来，表弟，你别怪我说话直，都快30的人了，怎么还跟个没毕业的学生似的？还开会，怕不是在跟你那个游戏工会的队友商量着去打哪个 boss 吧？林默没理他，转身走回屋里。他知道这件事很快就会成为亲戚圈里新的笑料。果不其然，中午在奶奶家吃饭的时候，李伟就把这事当成一个绝佳的段子，绘声绘色地讲给了所有人听。你们是没看见他那个严肃的样，装得跟个国家领导人似的，还向我汇报，通知不理，我差点都信了。哈哈哈哈！一桌子人笑得前仰后合。林默的父母窘迫地坐在那里，头几乎要埋进碗里。只有林默像个局外人一样，安静地吃着饭，仿佛他们谈论的是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人。下午，三姨王秀芬提着一袋苹果进了林默的房间。他的房间还保持着10几年前的样子，书桌上堆满了各种书籍，墙上还贴着一张泛黄的 NBA 球星海报。小莫，吃个苹果。三姨把苹果放在他桌上，眼睛却好奇地在他房间里扫来扫去。他的目光落在了一张摊开的地图上，那是一张非常详细的本县地形与产业规划草图，看起来比市面上能买到的任何地图都要精确。更引人注目的是，地图上用红、蓝、黑3种颜色的笔记做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旁边还散落着10几张4纸，上面写满了各种数据、公式和分析图表，什么区域物流成本函数、土地集约利用率模型、产业链耦合度分析。三姨一个字也看不懂。你这是在画什么呢？三姨好奇地问。随便看看。林默不动声色地把图纸和资料收了起来。哎呦，我说你这孩子就是不务正业。三姨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有这功夫研究这些没用的，还不如去我说的那个保安队看看。我跟你说，人家那个队长也是个文化人，高中毕业呢，跟你肯定有共同语言。林默只能报以一个无奈的微笑，他没法跟三姨解释，这张他眼里的瞎画的图，是他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结合了卫星遥感数据、地方统计年鉴和实地走访资料，才做出来的初步模型。这份报告如果提交上去，可能会对整个县未来10年的产业布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但这些对三姨来说，都比不上1个月4200的保安队长来的实在。隔天，林默约了一位高中同学在县城唯一的一家咖啡馆见面。同学叫赵强，在县农业局工作，是个老实巴交的技术员。咖啡馆里放着舒缓的音乐，但空气中依然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速溶咖啡的甜腻味道。赵强端着杯子，满脸愁容地向林默大吐苦水。别提了，最近为了那个智慧农业项目，我头都大了。赵强说，上面拨了专项资金，从省里请了专家，买了一堆无人机、传感器，搞得轰轰烈烈。结果呢？雷声大，雨点小。怎么说？林默问道。那些设备，农民根本不会用，也用不起。数据是采集上来了，一大堆，堆在电脑里，谁也看不懂。专家说的那些理论，听着都对，一落地就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赵强叹了口气，钱花出去了，效果一点没见着。现在局长天天开会骂我们。林默静静地听着，偶尔问1、2个问题。等到赵强说完了，他才慢慢开口：“你们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错了。”错了？哪儿错了？赵强不解地看着他。你们把重点放在了技术上，但农业的根本在于人和市场。林默用手指蘸了点杯子里的水，在桌上画了几个圈。第一个问题，供应链。你们的数据采集应该放在农产品收购站，而不是田间地头。从收购端反推种植端的品种、产量和质量，这才是有效数据。第二个问题，数据应用。农民不需要懂大数据，他们只需要一个最简单的指令，比如手机上弹出一个通知，告诉他，根据气象数据和土壤湿度分析，明天上午10点，他家的那块地需要浇水15分钟。这才是农民能用的智慧。第三个问题，适用性。你们引进的那些高端设备，维护成本高，不适合小农经济。其实完全可以利用现有的通信基站，搭载一些廉价的微型气象和图像传感器，成本能降到1/10，覆盖范围却能扩大5倍。林默说得很慢，条理清晰，每一个观点都一针见血。赵强听得目瞪口呆，他手里的咖啡都凉了。过了好半天，他才结结巴巴地说：“林默，你这些想法比省里来的那个博士专家还厉害，真的太牛了。”随即他又惋惜地摇了摇头：“可惜啊，你也就是纸上谈兵。这些话，你要是能跟我们局长
说说就好了。不，你应该去考个公务员，凭你的脑子，肯定能当个大官。林默笑了笑，没有接话。他知道，在同学眼里，他也只是一个会纸上谈兵的聪明人而已。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人的价值可以不通过任何职位来体现。他们习惯了仰望权力，却不懂得尊重知识本身。这场谈话让林默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家乡的困境。这里不缺勤劳的人民，不缺发展的机会，缺的是能够连接现实与未来的思想和视野。而他正在做的工作，就是搭建这样一座桥梁。只是这座桥梁的搭建过程是孤独的，是无法被外人所理解的。大年初三，按照惯例，所有亲戚要到林默家聚餐。压抑了几天的气氛，在酒精的催化下，终于达到了临爆点。起因是大舅李建国又一次提起了保安队长的工作。小莫，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三姨给你介绍的那个事儿，你到底去不去？李建国把筷子重重拍在桌上，酒气熏天地质问。大舅，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有安排。林默的语气依旧平静。你有屁的安排？李建国彻底被激怒了，他站起身，指着林默的鼻子：我告诉你，你别不识好歹。我李建国在这县城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我的外甥不能是个无业游民。我今天就给你把这事定下来。他掏出手机，翻找着号码，一副要替天行道的模样。我现在就给那个欧洲花园的物业老总打电话，他是我的老朋友。你这个保安必须去当，男人不能没个营生，不能让人戳脊梁骨。是啊，表弟，大舅这可是为了你好。表哥李伟在一旁煽风点火，你不能这么任性，伤了长辈的心。林默的母亲王玉兰急得快哭了，她拉着李建国的胳膊，哀求道：大哥，你别逼他了，让他自己选吧。他选的就是在家啃老。李建国一把甩开他的手。林默的父亲林建业疼的一下站了起来，因为喝了太多酒，身子有些摇晃。他指着李建国，嘴唇哆嗦着，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整个客厅里充满了高高在上的施舍和令人窒息的关爱。林默看着眼前这一切，像在看一出荒诞的戏剧。他正准备开口说些什么，打破这场闹剧。就在这时，院子外面传来了一阵轻微的汽车引擎声，随后车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进来。声音很轻，但在剑拔弩张的客厅里却显得格外突兀。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朝门口望去，院门被推开了，一个穿着深色呢子大衣、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他身后还跟着一个提着公文包的年轻人。屋里的亲戚们都愣住了。表哥李伟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他失声叫了出来：王县长。没错，来人正是本县的县长王志远。李伟在单位开大会时远远见过几次，绝对不会认错。王县长似乎没料到屋里有这么多人，也是微微一怔，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他目光在屋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不知所措的林默父母身上，脸上露出了一个非常客气的笑容：叔叔阿姨，新年好啊！我是王志远，冒昧来访，给您二老拜个年。说着，他把手里提着的2盒茶叶递了过去，那只是最普通的本地茶叶，包装简单。林建业和王玉兰夫妇俩彻底懵了，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而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大舅李建国，拿着手机的手僵在了半空中，脸上的表情像是被点了穴，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三姨王秀芬更是吓得往后缩了缩。全场鸦雀无声，掉根针都能听见。王县长和林默父母简单寒暄了2句，然后他的目光转向了站在一旁的林默。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要跟林默客套几句的时候，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王县长的表情立刻从对长辈的尊敬转变为一种对专家的请教，甚至带着一丝急切和诚恳。他快步走到林默面前，握住他的手，说道：“林老师，实在太抱歉了，春节还跑来打扰您。”林老师这3个字像一颗炸弹，在所有亲戚的脑海里轰然炸开。王县长完全没有理会周围人石化的表情，继续说道：“您上次通过内参提交的那份关于我们县数字乡村与绿色经济闭环的政策建议报告，省里非常重视，已经批转下来了。”内参，省里重视，亲戚们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我们县里连夜开了几次会，学习您的报告，真是醍醐灌顶啊！王县长的语气充满了敬佩，但是有几个关键节点，我们还是吃不透。特别是关于数据资产化的具体路径问题，实在是隔行如隔山。我今天特地来，就是想当面向您请教一下。当面请教，一个县长对一个在他们眼里的无业游民用上了请教这个词。李建国手里的手机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屏幕摔得粉碎。李伟的脸色由红转白，再由白转青，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三姨王秀芬的嘴巴张得更大了，她终于意识到自己想给一位能让县长登门请教的老师介绍保安工作，是多么的荒唐可笑。林默的父母则是在巨大的震惊之后，迎来了狂涌而上的自豪与激动。王玉兰的眼眶瞬间就红了。林默看着王县长，表情依旧是那样的平静，仿佛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他点了点头，说：“王县长，您太客气了，我们去书房谈吧。”林默的书房很简陋，一张旧书桌，一个掉漆的书柜，仅此而已。王县长和他的秘书走进去，竟然显得有些拥挤。门被轻轻地关上了，客厅里时间仿佛凝固了。亲戚们大气都不敢出，刚才的喧嚣和傲慢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死一般的寂静。偶尔，从书房的门缝里会飘出几个模糊的词汇：顶层设计、财政配套必须先行、试点风险的压力测试。这些词，他们一个也听不懂，但每一个字都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他们心上。大舅李建国失魂落魄地瘫坐在椅子上，他看着地上摔碎了屏幕的手机，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碎了一地的尊严和认知。他这辈子都以自己是个包工头，认识几个老板和科长为荣，可今天县里的1号人物却在他最看不起的外甥面前表现得像个小学生。这种视觉和心理上的巨大冲击，让他感觉一阵阵地眩晕。表哥李伟则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想起了自己前2天的种种炫耀和嘲讽，那些关于体制内人脉的吹嘘，在县长本人面前显得那么苍白和可笑。他偷偷看了一眼林默的父亲林建业，只见这位一向老实巴交的姑父，此刻正挺直了腰杆，虽然脸上还带着一丝紧张和不知所措，
但眼神里却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王玉兰则忙前忙后的给王县长的秘书倒水、递水果，激动的话都说不利索了，但那种发自内心的骄傲，却是怎么也掩盖不住的。大约半个小时后，书房的门开了，王县长满面春风地走了出来，一边走一边对林默说：“林老师，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您提的那几个实施路径，完全解决了我们的困惑。太感谢了，太感谢了。”王县长客气了，这是我的工作。林默把他送到门口。应该的，应该的。那我就不打扰您和家人团聚了，祝叔叔阿姨新春快乐，身体健康。王县长再次跟林默的父母握手告别，然后才在秘书的陪同下快步离开了。黑色的公务车悄无声息地驶离了小院，但他投下的巨大阴影却长久地笼罩在客厅里每个人的心头。车刚走，林默的母亲就第一个冲了上来，拉着他的手，眼泪再也忍不住地流了下来。儿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有亲戚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聚焦在林默身上，充满了疑问、震惊、不解和一丝恐惧。林默扶着母亲坐下，给自己倒了杯水，喝了一口，才缓缓开口。他的解释和他的为人一样，简单质朴，没有一丝一毫的炫耀。妈，我的工作单位是国家的一个政策研究室。政策研究室，大家面面相觑。算是国家智库的一种吧。林默想了个更容易理解的词，我们的工作就是不定时的，以普通人的身份到全国各地去调研，不亮明身份，为的是看到、听到最真实的情况，然后把发现的问题和一些不成熟的建议写成报告交上去，给高层的领导们做决策时提供一个参考。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我这次回家过年，本身也带着一个非正式的调研任务，就是关于家乡的经济发展问题。前段时间，我匿名给县里和省里提交了一份报告，可能里面有些内容正好是王县长他们目前比较关心的，所以他就找过来了。那你是个多大的官？”大舅李建国结结巴巴地问出了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林默摇了摇头，笑了：“大舅，我不是官，我的工作只对事不对人。我们没有行政级别，也没有权力，我们能做的就是提出我们的观察和思考。至于别人听不听，怎么用，就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了。”他的话，亲戚们听得半懂不懂，但有一点他们是彻底明白了：林默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无业游民，他的层次，他的世界远远超出了他们在座所有人的认知范围。他影响的是当官的人。客厅里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突然，李建国端起面前几乎没动过的酒杯，踉踉跄跄地走到林默面前，他那张涨成紫色的脸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羞愧，有悔恨，也有着一丝讨好。小莫，不，林老师。他把酒杯举得很高，几乎要跟自己的额头齐平。大舅，大舅有眼不识泰山，狗眼看人低。前几天说的那些混账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大舅给你赔不是了。说完，他扬起脖子，将满满一杯白酒一饮而尽。接着，他又满脸希冀地搓着手说：“那个小莫啊，你看大舅那个小厂子最近也不太景气，你能不能也帮我研究研究，指点一下迷津？”林默看着他，淡淡地说：“大舅，
我的工作纪律只对公不对私，厂子的事您还是得按市场规律来。一句话，客气却又带着无法逾越的距离感，彻底浇灭了李建国刚刚燃起的希望，也让他清楚地认识到，他和林默之间隔着的已经不是一个辈分的差距，而是一个阶层的鸿沟。三姨王秀芬也满脸愧疚地凑了过来，一个劲儿地道歉：“小莫，是三姨见识短，是三姨头发长见识短，还给你介绍那个，哎，你可千万别怪三姨啊。”林默对他温和地笑了笑：“三姨，我知道您是为我好，我没怪您。”这句话让王秀芬如释重负，眼圈也红了。而从头到尾，表哥李伟一句话也没敢说，他只是低着头，把自己缩在角落里，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他那点事业单位的优越感，那点芝麻大的副科身份，在省里重视和县长请教面前，被击得粉碎，连渣都不剩。这场本该充满火药味的聚餐，最终以一种诡异的和谐收场了。春节假期的最后几天，林家变得异常清静。那些以往络绎不绝上门拜年，顺便打探林默情况的亲戚，一个也没再出现。家里的气氛却前所未有的好。父母看林默的眼神里，再也没有了焦虑和尴尬，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快要溢出来的自豪和安心。母亲王玉兰不再念叨让他考公务员，而是变着花样的给他做好吃的，嘴里总是说多吃点，搞研究费脑子得补补。父亲林建业话依然不多，但他会默默地给林默泡上一杯最好的茶，然后搬个小板凳坐在他旁边，看他下棋，或者看他写画画，一看就是大半天，眼神里充满了满足。这才是林默想要的团圆，没有比较，没有审判，只有最纯粹的属于家庭的温暖和平静。离别的日子很快就到了，还是那个灰蒙蒙的小县城火车站，但这一次来送行的除了父母，还有大舅李建国一家。李建国的态度180度大转弯，抢着为林默拎行李，嘘寒问暖，殷勤的让人有些不自在。表哥李伟也来了，他躲在人群的最后面，始终不敢正眼看林默，只是在林默即将上车的时候，才含糊不清地说了句：“表弟，一路顺风。”林默对他点了点头。火车缓缓开动，他看着窗外，父母和大舅的身影越来越小，最终模糊成一个点，消失在倒退的风景里。家乡还是那个家乡，亲戚也还是那些亲戚，什么都没有改变，又好像什么都已经改变了。林默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他内心毫无波澜，没有报复的快感，也没有胜利的喜悦。他只是更加深刻地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从来不需要通过别人的认可来证明。你是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你的内心、你的学识和你为这个世界做了什么，而不是别人在你身上贴了什么样的标签。真正的强大，不是让所有人都高看你，而是在所有人的误解和轻视中，依然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并坚定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火车穿过隧道，前方豁然开朗，一缕阳光冲破云层，照在了他的脸上。林默睁开眼，目光深邃而明亮，望向了遥远的、充满未知的远方。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
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